华为 Mate 60 Pro Plus、三星 S23 Ultra。Mate 60 Pro Plus 我们是终于拿到了啊，那是真不容易啊。三星 S23 Ultra 呢，它也降价了，正好可以让它俩对比一下。但是对比呢，比的是不同啊，你的眼里别只有输赢，愚者看胜负，智者品不同。而且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往前翻一下，看看 Mate 60 Pro Plus 和它的小弟 Mate 60 Pro 之间的差距啊。因为我们的视频呢是可以跨视频横比所有手机的，那我们的视频前面会有摄影环节，后面的测试环节呢就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场景的差距呢不会有很大，正好方便横比所有的手机。那既然前面说到摄影环节了，就是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呢，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的后摄焦段配置就不多说了啊，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。这里就说一下啊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啊。现在是 Mate 60 Pro Plus 的拍摄界面，它跟小弟 Mate 60 Pro 的界面是一样的啊。最上面那个10倍是 3.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，它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。同样的，主摄的光圈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，4档物理光圈，9档虚拟光圈啊，跟 Mate 60 Pro 也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是4档跟9档呢？那之前都已经聊过了啊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前面 Mate 60 Pro 的节目。三星的拍摄界面就不用多说了啊，大家都应该更熟悉了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对比两台手机了啊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一一念了啊。那60 Pro Plus 呢，比它的小弟60 Pro 呢，主摄的感光器是要大一些的。那60 Pro 在前面测试中，它在默认模式下，主摄的分辨率还是非常厉害的。那既然60 Pro Plus 的感光器已经变了，那这回也要好好看一下它的表现是否能比60 Pro 更厉害呢？还是先从主摄的可变光圈说起吧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华为这边 F1.4 跟 F4.0 拍摄的样片，可以看到离被摄物体很近的时候，那么背景虚化的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。但是要注意有一个前提，就是离被摄物体很近的情况下。那如果离被摄物体远呢，比如说1.5米左右的距离，这个时候背景虚化的差别就微乎其微了。那么这一点跟相机比起来，可是没法比的呀。毕竟手机的相场太小了嘛，就那么点感光器，你不要指望有什么背景虚化的能力啊。不过有一点华为做的还是不错，就是几种物理光圈在成像效果上，就是在解析力上的差别是很小的啊。无论是最大光圈、最小光圈，还是中间的光圈，它们在成像分辨率上的差别可以说微乎其微。现在就是华为跟三星主摄默认设置下的成像对比，可以看到视角的差距是不小的啊。华为这边的等效焦段呢是28，但是它是裁了一圈画面的。如果不裁这圈画面呢，应该是25左右啊。那三星那边呢是23、24的焦段，所以视角稍微广一些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可以看到，在默认设置下，华为的表现出色很多啊。虽然说华为的视角更窄，它拍摄的物体更大，但是这个解析力的差距呢是要大于视角的优势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啊，这看的是镜头的制造成本啊。
但是由于华为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，也看不出镜组的光学质量了。那三星那边呢，一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同样的视角差距很大啊，颜色差距也是有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依然是华为的优势非常明显。三星那边是解析力又不足呢，锐化是又很重啊。对了，有些人老提锐化的，你们懂不懂锐化是干嘛用的呀？锐化只是看起来更清楚，但是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。三星这边的效果就很能说明问题。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看另一边也没用啊，就是镜组光学质量方面，因为华为已经裁了一圈画面嘛，所以说看看三星的就行啊，三星的表现还不错。虽然说华为在默认模式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它高清模式的表现是不行的啊。跟三星的2.1像素比呢，华为的4800像素是没得比的。华为的主摄还有一个 AI 高清模式，只不过这个模式光曝光就是光要端稳的时间就要好几秒，跟拍夜景似的，拍摄的体验是非常不好的。那么解析力的提升呢是有的，看起来跟三星的2.1像素比呢好像也差不多了，但是颜色啊在色准方面还是没得比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虽然说华为这边的超广角是4800万像素的，但是它只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。这4800万像素呢，只用在数码变焦上，就是超广角和1倍之间的数码变焦上啊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这个颜色的差距两边是有点大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视角的差距啊，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呢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，华为的超广角视角更广一些。哎呀，这颜色的差距真是有点大，是吧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华为的优势很明显啊，这点跟 Mate 60 Pro 是一样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呢，两边是都有下降啊，但是华为下降的更多一些啊。不过它的视角更广嘛，那么就可以原谅吧。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，颜色的差距依旧是有的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中心解析力也依旧是华为的更优秀啊，而且优秀很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啊，也依旧是三星的把控稍微强一点。再说微距的表现，华为这边长焦拍摄微距依旧是非常厉害的。而三星最好的微距镜头呢是超广角镜头，其他的镜头拍摄微距呢就都是数码变焦了。从两边的实拍效果上看，华为的微距效果要强很多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华为有一颗3.5倍的中长焦镜头，因为它已经接近长焦了嘛。虽然说它原生像素是4800万像素，但是它只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。三星那边呢是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，那长焦镜头这块呢，华为就没有了啊，三星是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的，他们俩的中长焦镜头对焦还都是不错的啊。那么咱们看实拍样片，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，2倍呢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但是放大看呢，华为并没有延续主摄默认设置下的强势啊。哦对了，2倍数码变焦应该用的是主摄的高清模式在放大的，所以它的细节呈现呢并不怎么样啊，跟三星比反而更差一些。就算是2倍拍的最理想的情况下，放大看，华为的解析力呢，跟三星比呢，也只能说是稍微强一点吧。现在华为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，他们都是光学镜头了啊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华为这边还是有优势的。那毕竟焦段长，原生像素高嘛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到了10倍焦段，虽然说华为的3.5倍有高像素4800万像素跟那撑着啊，可以数码变焦到10倍，但是跟三星的10倍光学镜头比呢，细节还原也差点，颜色还原呢也差点。再看前摄的表现，先说自拍，自拍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人像模式。那么清晰度方面呢，两边都还不错，但是人物肤色上啊，还是三星的更好看。咱不说衣服的颜色，就说肤色啊，华为那边有些偏白了啊，三星那边是又自然又红润。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防抖跟清晰度都是不错的。华为呢还打开了超广角模式，三星也是有超广角的啊，人多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打开，人少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得手动点一下才能打开超广角模式。只不过这回肤色上，三星有的时候因为光线的原因看起来发白了。人像拍摄用的就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两边从成片效果上看，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啊。那么颜色呢是稍微有些区别的，背景的区别呢也是很大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那么我个人呢，喜欢三星的多一些啊，华为看着有点愣。再看直出扩张度的表现，先看第一组，难度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华为主摄拍出来呢，颜色不是很好看啊，有些发白。好在细节呈现没问题。
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。再看第二个场景，难度增加了一些，主摄的表现两边虽然说略有区别吧，但水平相当啊，超广角也是如此。从第三组开始呢，暗部细节两边差不多，但是亮部细节呢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三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啊，主要是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啊。那么这组还看不出来，咱们看下一组。虽然说主摄的表现上，暗部细节三星的表现更优秀啊，比华为显示的更充分，但是亮部细节嘛，跟华为比，这树叶子跟秃了一样。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暗部细节三星也是比华为强的，但是没有主摄强那么多了。可是亮部细节呢，差的依然是很大啊，华为的更好。最后一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那么主摄的表现，暗部细节呈现华为的稍微强一些。超广角呢，第一眼看，确实也是华为强一点，但是仔细看，华为的暗部细节是全虚了啊 ，HDR 合成没有做好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先看第一个经典的场景。本来手机主摄跟超广角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，但是华为这边主摄啊亮部细节呢有些偏色了。第二个场景难度稍微高了一些，那么主摄呢华为的亮部偏色还是有一些，但是主摄跟超广角的亮部暗部细节呈现都没问题。现在华为是 3.5 倍，三星是3倍，他们俩都是光学镜头，亮部细节呈现两边都不错，暗部细节呈现呢三星的稍微好一些。到了10倍呢，华为的表现也是不错的。那三星更猛啊，只要稍微有点亮呢，它就真用10倍镜头去拍，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。又到了这个华为拍不好的场景，那么 Mate 60 Pro Plus 呢也是一样啊，主摄跟超广角直出的情况下，可以说亮部是很糟糕的。就算是打开了夜景模式，华为的主摄跟超广角和三星的直出比呢也是不行的。不过三星呢也有拍不好的场景啊，比如说现在，那么主摄呢，三星在直出情况下是拍不过华为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还都差不多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，华为的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也是华为看起来更丰富。但是华为超广角拍摄这个场景啊，成像是非常慢的。从这段录屏中就可以看出来，主摄按下快门呢就能成像，但是超广角按下快门之后，画面上没有任何的提示，但是你就得等半天，图像才拍完啊。注意看右下角，按下快门半天，图像才出来。这个时候你不能动啊，动画面就虚了。那么这时呢，我就不能算华为是直出了啊，只能算它是自动夜景。从祖传神树开始，场景就非常的暗了，就要都打开夜景模式看了啊，看看厂家硬件跟软件的配合怎么样。那么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超广角的表现三星的更优秀。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，从主摄上看呢，两边虽然说略有区别，但是仔细分析呢，还是属于同一水平的，两边的表现都不错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依旧是三星的好。树林小路场景也是极限的暗啊。那么华为这边主摄在颜色还原上是没有三星好的，细节呈现呢，就说两边差不多吧。那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三星的优秀。祖传神树 Pro 这个变态的场景，那无论是颜色还是细节呈现，都是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点，但是华为的表现呢也不错了啊。超广角依旧是三星的好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的录制效果啊，两边的防抖清晰度都不错。颜色呢，我觉得三星好看一点，而且华为那边呢锐化更重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那颜色呢一样还是三星的好看，防抖跟清晰度呢两边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那无论是防抖、清晰度还是颜色啊，都是三星的好。华为的长焦录像焦段是4倍，不是 3.5 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颜色跟清晰度呢是不错的啊。从拍摄远方来说呢，解析力也确实比三星的强，但是三星这边呢防抖更稳健。现在是10倍的录像表现，两边的防抖都还不错，但是解析力肯定是光学镜头的三星更强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两边防抖跟清晰度啊跟白天是没法比的。但是这回颜色上呢，我觉得华为的更好看一点。两台超广角在这种环境下都应付不来了啊，但是矬子里拔将军呢，华为的稍微好一点吧。现在华为是4倍，三星是3倍，但是华为这4倍呢是用主摄数码变焦到4倍拍的，暗部细节呈现呢稍微强一点，但是清晰度跟三星的3倍直接拍的比呢还是不行啊，而且华为还有鬼影。现在是10倍晚上录像的表现，两边还用分谁更强吗？反正都不咋地啊。光源设计方面没什么可说的吧，
虽然 Mate 60 Pro Plus 是新手机，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它长什么样了。那三星那边的外观呢，就更不用说了吧，是吧？还有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的吗？大家可以看看它们放在一起的样子啊，可以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。那至于硬件还有什么处理器、发热、跑分、游戏这方面呢，我们就不在行了。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啊，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他们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白天主摄两台手机算是各有胜负啊，默认设置下 Mate 60 Pro 加的更好，但是高清模式和 S23 Ultra 的差距就明显了。那超广角呢 ，Mate 60 Pro 加的更好，中焦两边差不多，长焦 S23 Ultra 的更好，微距 Mate 60 Pro 加的强很多。前摄嘛，两边风格不同啊，因人而异。那人像拍摄也是这样啊，但是人像的效果呢，两边都不错。直出宽容度两边都有不足啊，半斤八两吧。夜景综合所有镜头和极暗环境的表现呢 ，S23 Ultra 稍好。录像白天 S23 Ultra 的更好啊，主要是颜色上的优势。那晚上嘛，两边就差不多了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